因哥哥被诬陷泄露机密，我被牵连，递交辞状的当天，我听到了总裁老公的心声，才知道原来我眼中的契约老公竟然暗恋了我12年，是个心口不一的傲娇鬼。陆总，这是我的辞呈，望批准。我操，他怎么真写辞呈了？我明明让调查组把他哥哥泄密的事儿压到下班再外传，给他权限冻结的事儿怎么现在漏到他那儿去了？我能听到陆慕辰的心声。哪个不长眼的走漏了风声？公司有公司的流程，调查组还没出结果，你添什么乱？现在全公司都盯着涉密案，你弟辞职是想坐实你哥心里有鬼？我哥桑震被扣上泄露核心算法的帽子，我被撤了所有权限，全公司上下都在看我们兄妹的笑话。走在路上有人戳脊梁骨，进电梯有人窃窃私语，我没脸再待下去。与其在这耗着惹人闲话，不如我主动走，也省得陆总为难。桑离，你给我想清楚，辞职不是闹脾气。不要啊，桑宝贝，我默默追了你12年，从高中图书馆追到10平米工作室，为了半条命才把你娶回家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？我们一起把公司发展到现在，公司离了你根本转不动，我离了你更活不了。你求我一句就求我一句，我立马把这破纸撕了，调查组立刻撤，权限立刻给你恢复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说什么都能走。我想清楚了，陆总，我意已决。首席秘书主动离职，违约金500万，2年竞业协议。你要走，先把钱付清，付不清就老老实实回来上班，等案子结了再说。他从小就爱攒钱，最心疼钱了，肯定拿不出这么多。再说了，我又不会真要他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，只要他低头说句不想走了，我什么都依他。7年的婚姻，我不信他舍得真扔下我，他就是气头上，哄哄就好了。我会凑齐，分期支付，按银行利息算，每个月我会按时打款，不会赖账。好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凑这500万。陆慕辰，你脑子进水了，他宁肯赔500万也要走，他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自打婚后桑桑就对我不冷不热的，是不是我刚才话说重了？不行，得让财务偷偷给他发一笔匿名补偿金，就说是去年的年终特别奖。不对，直接打他卡里他肯定不收，得绕个弯子。他喜欢我，我一直以为当年隐婚是创业期顺理成章的权宜之计，以为他娶我只是知根知底合适而已。12年，他居然藏了12年。这是要把我公司都搬空，这么迫不及待要走？就带这些，你加班盖的那条灰绒毯呢？那是我高2攒了3个月零钱给你买的。冬天你总裹着它刷题，说比宿舍的被子还暖，你怎么不带走？有文件柜第2层的小红包，是我们领证那天我偷偷塞的，里面装着我攒的第1笔奖金，你也不要了吗？怎么不把我也打包带走啊？我可以自己缩进纸箱里的，真的。陆总还有别的交代，要是没什么工作上的事，我就接着收拾了，争取今天交接完，不耽误公司进度。交接清单做仔细，项目节点、对接人、注意事项都标清楚，别给后面的人留烂摊子。公司养你这么多年，走也要走得负责任。说啊说你不想走，桑榆，你当年答应跟我结婚的时候说要陪我把公司做到行业第一的，你怎么能食言？可恶！等我揪出真正的内贼，我一定把所有委屈都给你补回来。我替你问候内贼祖宗18代，敢动我的人，活腻歪了。果然内贼另有其人吗？他心里其实清楚我哥是被冤枉的。要不要留他喝杯咖啡？就说旧项目还有细节要聊。不行，太刻意了，他肯定能看出来我不想让他走。要不要留他吃午饭？说食堂新出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。也不行，太明显了。可以走了，以后没什么事别随便来公司。陆总，桑秘书走了，要不要调整下午的会议安排？您原定下午的技术评审会本来是桑秘书对接的，走了清静，按原计划来。
少了谁公司都照样赚。庆庆什么？从15岁到27岁，我身边从来都有他。刷题有他递草稿纸，创业有他陪我啃泡面，胃病犯了是他蹲在地上给我找药。现在他走了，这偌大的办公室，这1000亿的公司，跟空壳子有什么区别？挣钱都是给他挣的，他走了，我挣钱还有什么意思？陆总，您的茶，知道你爱喝明前龙井，我特意泡的。太浓重泡。陆总，您再试试，这次我少放了茶叶，味道淡了些。温度不对，再泡。连杯茶都泡不好，人事部招人的标准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也敢来总裁办当秘书？你们根本就不懂。他15岁跟我同班，就知道我对茶欠敏感，喝茶要洗2遍，水温永远控制在85度。他连我喝咖啡要放几块糖，胃药要放前半小时吃都记得。你们连他1/1000的用心都没有。桑离，你走了，连杯合口的茶我都喝不上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？谁排的资料？按项目优绩重新排，重点页折角，标注好核心数据。10分钟后再开会，排不好就都别开了。以前每次开会，他都坐在我身后第3个位置，资料按我习惯的顺序拿得整整齐实。重点页还会折个小角，用不同颜色的便秘贴标好风险点。我走神的时候，他会轻轻碰一下我椅子腿，提醒我。创业初期有人抢计划书，他为了护 U 盘被推倒，手腕划了那么深一道疤，连哭都没哭一声，咬着牙把 U 盘抱在怀里。他陪我吃过所有的苦，我刚能给他好日子，他怎么就离开公司了？都怪可恶的内鬼。原来那些我以为的共情情，在他心里藏了这么久，这么深。我以为的并肩作战，对他来说是藏了12年的心意。桑榆姐，能不能问下陆总喝茶的具体要求啊？我泡了3回都被骂了，实在没办法了才找您的，对不起打扰您了。水温85度，洗茶2遍，茶叶放3克，用他办公桌左边第2个白瓷杯，别拿错。他对调酸敏感，别跑太浓。不管了，反正我都做好了再被骂一顿的准备。放这儿吧，没事别进来打扰我。啊，嘿嘿，我喝出来了，这是我老婆的手艺。她肯定是担心我喝不习惯，特意教他们的。她心里有我，我就知道她舍不得我。刚才那温度，那口感，跟她泡的一模一样。说不定会被卡很久，先试试吧。这么快？调查组不是一向卡得很严吗？桑镇那间房换到朝阳的那间，每天换新鲜驴脂，饮食单独做，薯油少盐，软式为主，咖啡要手冲的，他胃不好，胃药放床头柜显眼处。还有调查组问话别太冲，客客气气的，听明白没？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，保证按您说的来。房间里确实摆着新的绿植，餐食托盘也是单独的陶瓷碗，比普通调查室的规格好太多。这待遇比我在家都过得好。调查组什么时候这么人性化了？当年要不是他拉我一把，给我投了第1笔启动资金，也没有今天的陆氏。他可是我的大恩人，可不能受委屈。原来他从来没有真的为难哥哥，这些都是他暗中安排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没耽误你是吧？我还以为你得等几天才能进来。我来看看你，他们没为难你吧？有没有人给你气受？没有，吃住都照顾得挺好。调查组也很客气，就是暂时不能出去。你别担心，清者自清，早晚会查清楚的。我心里有数，跑不了那栽赃的人。哥，那你跟我说说事发当日有没有什么异常吧？我回去帮你对一下时间线。谁让你来的？老天有眼，他是不是想我了？是不是来跟我和好了？是不是要回来上班了？快，谁能给我一片树林，我要像猴子一样荡来荡去，太开心了！居然在这儿碰到他，是不是缘分？我来看看我哥，看完就走，
不耽误陆总办事。他好冷漠，好无情，我要无理取闹了。这幼稚鬼，心里都开心成猴子了，脸上还装得这么严肃。现在还不是回来的时候，不能让陆沐晨担上包庇的坏名声。我得在暗处观察，到底谁在陷害我们兄妹，等真相大白了再说。算了，还是要抓紧调查真相了，早日还我大舅一个清白，这样桑宝贝就可以回来了。没有他的公司简直是牢狱，剩下的秘书真是一个都不顶用，我根本工作不了。看文件都看成他的脸了，烦死了。有些人啊，哥哥泄露公司机密，自己也被撤了权限，还有脸往公司跑，真够巴结的。都辞职了还赖着不走，想攀高枝想疯了吧？这林薇薇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！别管了，谁让林薇薇是董事的侄女，咱们得罪不起。桑秘书，哦不对，现在该叫你钱秘书了。都辞职了还往调查区跑，想走后门救你哥啊？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泄密可是大罪，你哥铁定要坐牢的。我能不能进，好像轮不到行政助理来管。林助理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，免得引火烧身。林薇薇，总裁办的人事安排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行政助理指手画脚？桑榆是前首席秘书，全楼通行权限虽暂时冻结，但永久保留，随时可以进出调查区，轮不到你智慧。再让我听见你乱嚼舌根，直接滚蛋！老婆，快夸我！他是什么东西也敢说我们桑宝贝？一个靠着远房亲戚小董事的关系户，要不是怀疑他与涉密案有关系，我早给他开了。等我查明真相，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桑园的丈夫，亲丈夫，唯一的丈夫，看谁还敢欺负他！老婆笑起来好好看，肯定是因为我的英明威武给她迷到了，太值了！骂林薇薇一顿换老婆一笑，划算！还不快滚，等着我请你吗？你哥那边调查组会按流程走，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放过坏人。多谢陆总开恩，没为难我哥，我替我哥谢谢你了。公事公办，跟你没关系。我是为了公司的公平公正，不是针对谁，也不是帮谁。当初好说歹说让大舅哥认可我这个妹夫，为此我可是送了他好多昂贵的电脑配件和名牌鞋子，想想就心痛。当时我还只是个大学生啊喂！但是为了娶桑宝贝也值了。话说桑宝贝怎么还不说要回公司啊？要不今天晚上偷摸去找他，没有他陪我吃饭，我简直就是味同嚼蜡，吃什么都没味道。他会不会嫌我烦啊？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陆总工作。调查组那边，桑镇的饮食起居在盯紧点，缺什么立刻补。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说。还有，以后公司里谁敢乱嚼舌根，造谣桑溪和他哥的，直接开除，不用走流程。好的，陆总，我记下了，这就去传达。嘴上说着公事公办，比谁都上心。全公司上下，也就桑秘书能让您这么大动干戈了。这都第3个秘书了，陆总全部满意，到底要什么样的？再招不到合适的，我都要被骂走了。除了桑榆姐，谁能摸得准陆总的脾气啊？他那些习惯，也就桑榆姐能记得分毫不差。要不，咱们偷偷问问桑林姐，让她教教咱们细节，不然咱们天天挨骂也不是办法呀。桑榆姐，你能不能教教我们啊？陆总这2天把我们骂的都不敢进办公室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辞职了。实在是摸不准他的脾气，怎么做都不对。你们把日常的工作清单发我，我给你们标注意事项。他的习惯比较多，你们记仔细点。这茶水温度、文件排序、会议准备，还真的全都要按桑榆姐标准来。果然挨骂少了很多，这整个总裁办的气压都缓和了不少，终于能够松口气了。肯定是亲亲老婆看着我没有他的帮助，怕我累坏身体，特意找到这些秘书交给他们的。他还是在意我的，那我就多挑刺，他们就会多找桑榆，这样也算是间接和他说上话了。次数多了，就会觉得我离不开他，说不定就回来了呢。嘿嘿。
我可真聪明。这份合同的风险点没表出来，格式也不对，重做。明天早上放我桌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陆总这是非桑榆美不可啊！他俩不会有什么小毛衣吧？这是当年在10平米工作室的时候，他手写的第一份日程表。那时候我们分吃1碗泡面，他还能把我一天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每天早上放在我桌上，连哪个时间点吃胃药都标好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好想回到那时候啊！哼，这家伙脑回路不正常吧？这么做也不嫌麻烦，故意挑刺让秘书来找我，不就是想间接跟我搭话吗？幼稚死了！哼。这台电脑还是创业初期一起买的，跟着他熬了无数个通宵，现在要开始梳理一下核心算法项目的时间线了。我得自己亲手找一下真相，不能坐以待毙，总不能让我哥平白无故背黑锅。怎么这么顺利就通过项目卷宗调阅申请了？我以为会直接驳回的。算了，是现金也不管了，能进去我不得彻彻底底翻个头朝天，非得把内鬼揪出来不可。桑榆条什么资料都给他，不用拦着，重点卷宗他要的话直接送过去也行。他问起来就说是流程规定，别提我。好的，陆总，我明白了，您放心。陆总这是抽风了吗？这么机密的东西给一个已经离职的秘书随便看，还不让说是他安排的，搞什么啊？里面关键节点早就被人做了红色标记，旁边还写了几句批注。字迹我认得，是陆慕辰的。看来陆慕辰真的在认真调查这件事情，而且已经查到不少东西了。他其实什么都知道。当年创业初期，有人抢核心项目计划书，桑宝贝为了护 U 盘被推倒，手腕划了一道深疤，至今阴雨天还痛。这次绝不能让他再因为涉密的事出事，就算他短期内生我的气，我也要保护好他。他只管查，后面有我兜着。当年出事的时候，他只冷冷说了句没事就好，U 盘没丢就行。我那时候还难过了好久，以为他只在乎项目，不在乎我受没受伤。原来他都记得，记了7年。当时他也受伤了呢，胳膊划了好长一道，怎么只记得我受的伤？桑心在查泄密案的卷宗，要不要给他添点麻烦？不能让他这么顺顺利利的。怎么存在档案室的调查文件全被删掉了？回收数店里也空空如也，谁干的？删除文件的 IP 地址是在行政部。林薇薇吗？除了她，没人会跟我过不去。毕竟她嫉妒我在陆慕辰身边当秘书很久了。谁给你的胆子私自删档案室的资料？谁给你的权利动涉密文件？不行，不能说是副总给的权限，这样就打乱计划了。陆总，我只是觉得这些资料涉密，他已经辞职了，不该碰，就偷了副总的权限。我也是为了公司好。他能不能碰，我说了算。从今天起，停掉你手里所有工作，老老实实在自己工位上反思。再敢动他的东西，直接滚蛋！别以为有董事给你撑腰，我就动不了你。敢动我老婆查的东西，活腻了！要不是留你还有用，你现在已经被开除了。都卖了，都卖了，我老婆想要全给他。再说了，这整个公司都是我老婆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老婆拿着机密去卖，我都双手奉献好吗？她想要什么都给她。这陆慕辰，我有傻到会卖机密吗？陆慕辰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他是不是听见了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帅？啊，完了完了，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，吓到他怎么办？过来补份资料，多谢陆总帮忙，不然我还得重新整理好几天。我是维护公司资料安全，不是帮你，你不用多想。就一句谢谢啊，不说点别的，比如回来上班什么的，比如不生气了，就这。派2个人暗中跟着桑林，保证他的安全，别让他发现。林薇薇那边盯紧点，别让他耍什么花样。明白？我这就安排。辞了好，当初你们结婚我就不同意，幸亏是隐婚，表面只是一个秘书而已，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正好趁这个机会断了干净，
我看微微那孩子就不错，副总的侄女，家世配得上你，人也温柔懂事。回头安排你们多多接触接触，对你的事业有帮助。我自己有数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的婚事，我自己做主。我是为你好。那个桑西太强势了，公司什么事情都是他经手。你看他哥这次不就让你栽大跟头了？这种女人，野心太大，留不得。切，死老头，你懂什么？我们家桑宇经手公司所有事务是他有本事，这个公司有桑宇兄妹1多半的功劳，好不好？桑宝贝就是我的神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陆氏，你懂个屁！我老婆最棒了。老爷子累了，送老爷子回去休息，路上小心点。这老头真是越老越糊涂。林薇薇什么心思他看不出来，真敢动桑榆一根手指头，别怪我不念祖孙情分。要不要叫上桑榆姐啊？好久没见她了。她走了之后，我们天天挨骂，都快熬不住了。就说大家都想她了，她心软，肯定会来的。叫上吧，叫上吧，就当拒绝了。对啊，有桑榆姐在，我们也安心点。本来不想再掺和公司的事，可案子还没查清，多跟老同事接触，说不定能摸到线索。再说，去了说不定能撞见他。不就是个嘴硬的男人吗？居然还主动惦记上了。桑姨，你有点出息。陆总，秘书组今晚团建，桑映小姐也会去。哦，知道了。还要去团建？太好了！虽然反方向，但我也得去。他肯定是想我了，能见着桑宝贝了。快给我找件最帅的西装，我要梳个最精神的发型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刚好晚上我顺路经过那边，过去看看大家，别声张，就当我是临时过去的。还挺怀念这种热闹的。以前天天加班，团建都是跟大家一起熬到半夜吃外卖，现在反倒像隔了很久。桑榆，你出息点儿，别总盼着他出现。哟，桑秘书也在啊！你都已经辞职了，不是公司的人了，还来参加公司团建，不太合规矩吧？该不会是想来蹭吃蹭喝，顺便勾搭陆总吧？林薇薇怎么也来了？陆总不是让他反思吗？他打听到聚餐位置就厚脸皮过来了，谁也没邀请他。大家私下聚餐，图个开心而已。林助理管的是不是太宽了？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，跟块狗皮膏药似的，阴魂不散。她今天穿了条米白色的裙子，头发散着，比平时穿职业装还好看。怎么坐在角落？是不是不习惯？会不会觉得无聊？早知道我早点来了。桑璇是我请来的，你有意见？哪儿来的东西也敢说我的人？给他3分颜色，还真开染房了。再敢废话，直接把你扔出去！扫我老婆的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明明心里气得不行，嘴上还要端着总裁架子，这家伙护起人来倒是一点不含糊。陆总咋这么护着桑毅？是啊，他不是已经离职了吗？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。陆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我没有恶意的。那就闭嘴。终于能坐桑宝宝旁边了，他身上还是淡淡的栀子花香，真好闻。离这么近，心跳都快了。我顺路送你回去，这么晚了，打车不安全。说点什么呢？问他吃没吃饱，问他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，要不聊聊大舅哥的事情吧。但是会不会他还没消气？要不聊聊团建？不行，太刻意了。谢谢陆总送我回来，我上去了。他怎么不邀请我上去坐会儿？7年夫妻，连杯水都混不上了。这房子是我们创业时住的出租屋，后来我买下来送给桑榆了，没想到竟成了我们分居的帮手。要不干脆找人给这个楼拆掉好了，看他还往哪儿躲。跟我回家。
嘿嘿，把人偷回家就不用分开了。陆总，之前的旧项目还有点收尾工作，没人比桑岩更熟，要不请他回来帮忙一阵子，就说抵扣部分违约金，名正言顺。对，旧项目收尾，你去跟他说，回来帮忙1个月，抵扣部分违约金，这是公事，不是我想让他回来。要给特助涨工资，这可不是我提的，是特助提出来的，1个月。我要好好表现，尽快查明真相，还挂卖过大舅哥清白，这样足够让他消气了。后面到时候顺便把婚姻公开，完美！我简直是天才。您就嘴硬吧，心里指不定多开心呢。这家伙动作还挺快，这边新生刚结束，那边电话就过来了。但是刚好也能趁这个机会接着查泄密案，还能抵扣违约金，一举两得。而且也能顺便看看那个嘴硬的家伙。同舟共益这么多年，这还是头一次分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周一经开始可以吗？只是让他回来干活，别多想，公事公办而已。是，您就嘴硬吧。全公司谁不知道您盼着桑叔回来？这家伙心里指不定多开心呢，还让特助来当说客，就不能自己给我打电话吗？幼稚！桑林姐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半个月我们天天挨骂，做梦都怕陆总突然查岗。你回来了，我们终于能松口气了。是啊，昨天我排会议资料排错了顺序，被陆总骂了整整10分钟，我都快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会做秘书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他就是习惯了固定的排序，你们记着按项目优先级排，重点页折角贴黄便利贴，标风险点，就不会出错了。既然回来帮忙，就按公司规矩了，别搞特殊。旧项目对接小账，下午下班前给我。之前的人做得一塌糊涂，别给我留烂摊子。终于把人骗回来了，以后天天都能看见桑宝贝了。连他喜欢的马克杯我都提前让人摆好了，他肯定能感受到我的用心。等下他要是夸我细心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绷住，不能露馅儿。知道了，陆总，不会耽误工作的，放心吧。不愧是跟着陆总多年的首席秘书，一上午的功夫就把会议资料按陆总习惯排好，代签合同也标好风险点，甚至提前把胃药和温水放在了陆总办公桌角，连摆放的位置都分毫不差。也就桑一姐能把陆总的习惯摸得这么准，换别人连胃药放在哪个抽屉都不知道。也就一般般，凑合能用，别到处说，显得我多稀罕似的。是，陆总说的对。算法的事儿，陆慕辰好像查到点什么了，我们得小心点儿，最近别轻举妄动。这是副总，他在跟谁说话？副总有问题，果然是他，我得告诉陆慕辰，提醒他小心点儿。陆总，现在项目推进受阻，核心测试权限一直卡着，进度跟不上啊。我建议先把权限放开，等项目落地再说。客户那边催得紧，耽误了损失太大。涉密案没查清之前，核心权限维持现状，谁都别碰。出了问题，你担待不起。还在这装，狐狸尾巴都快露出来了，再蹦跶几天，等证据链齐了，第一个收拾你！敢动我老婆和大舅哥，找死！他刚才的慌乱太明显了，看来我刚才没有听错，陆慕辰心里肯定早就有数了，一直按兵不动，是在等收网的时机吧？这家伙城府还挺深。刚才开会发什么呆？案子的事你别往前捅，有我呢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太危险了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副总今天有点奇怪。别查太深入，危险。听话。陆总不是说公事公办吗？怎么还关心起我危不危险了？不像你的风格啊。你现在是回来帮忙的，出事了耽误项目进度，我是为了公司。我是怕你出事，当年那刀把我记了7年，绝不能让你再受伤。再这样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发疯的。你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啊？又嘴硬，明明是担心我，偏要拿项目当借口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是，
城东那个产业园的对接方案，之前定的是下周3复盘，对吧？我看旧台章里标了风险点，要不要提前跟对方对接一下细节？你把之前的参数核对好就行，别出纰漏。行，我已经核对的差不多了，等下靠给你过目。也就一般般，比以前差一点。手艺退步了，水温差了2度，茶叶也放多了半勺。是吗？那陆总别喝了，我自己喝，省得委屈了陆总的舌头。哎，别，都泡了，浪费可惜，凑合喝吧。还是这个味道，有他在身边，我才觉得踏实。这半个月办公室冷得像冰窖，连文件都看着不顺眼。他一回来，连空气都暖了。早知道这么管用，我早该想办法把他哄回来。不早了，送你回去，别感冒了。本宫才是正主，真是的，陆沐晨，你慌什么？你可是领了证的正宫，别一副小三做派，不就披个外套吗？你至于吗？出息点！这人披个外套还这么多内心戏，真是服了他了。屏幕上跳转的最终地址，明明白白指向副总办公室的固定中断，证据确凿。果然是他。可陆沐晨那边，如果他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还是依旧让我哥停职？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副总那边盯紧点，证据链还没完整，别打草惊蛇。等境外买家那边一露面，立刻收网。他果然早就知道了，明明已经锁定了目标，部署了一切，却半句都不跟我提。是觉得我会坏事吗？还是觉得我没必要知道？陆总，我查到泄密 IP 指向副总办公室，你看看。知道了，这件事你别管了。为什么别管？我哥还在调查组，我必须查清楚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。我说了别管你就别管，安安稳稳做好旧项目收尾就行。涉密的事，水太深，不是你该碰的。祖宗啊，你怎么就非要往前凑？副总那只老狐狸心狠手辣，跟境外犯罪团伙都有勾结，说不定还有高层参与其中。你要是卷进去，他狗急跳墙对你下手怎么办？我绝不能让你再冒一点险。你安安全全的比什么都重要。他说怕我出事，不是觉得我没用，原来他是在保护我。陆总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整理资料了。完蛋了，我刚才那么说，桑唐肯定是又误会了。他不会觉得我是怕他会坏事，所以告诉他吧。本来就没哄好，可是就差最后一步就能给内贼一网打尽了。再坚持，等收网了我再跟他好好解释。去吧，案子的事我心里有数，你别瞎跑，有消息我会告诉你。知道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他刚才让我注意安全，他心里有我。刚才他笑的时候，我差点就忍不住抱上去了。反正人已经回来了，早晚都是我的。不急，慢慢来。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我孙子就要被女人迷昏头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辞职了吗？还赖在沐晨身边，懂不懂分寸？要不要点脸？我就说当初你进公司心思就不正，现在辞职了还巴巴的凑回来，果然是冲着我们家沐晨来的。老爷子，我是回来处理旧项目收尾，抵扣违折金，公事公办，和陆总私人无关。您要是对人事安排有意见，可以找陆总说，不用冲我来。你伶牙俐齿的，我看你就是狡辩。爷爷，人是我叫回来的，项目离了他不行。您要是对人事安排有意见，冲我来，别为难他。你看看你，为了这么个女人都敢跟我顶嘴了。他哥现在还是泄密嫌疑人，你把他留在身边，就不怕别人戳陆家的脊梁骨？他第一反应是护着我，7年了，每次有人为难我，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以前我总以为是上下级的情面，原来从来都不是。微微特意给你炖了养胃汤，比某些只会工作的秘书贴心多了，你尝尝。人家可是特意炖了一下午。
陆总，这是我亲手炖了一下午的，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，对胃好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喝外面的东西，拿回去吧。谁知道你汤里放了什么？我只喝桑宝贝泡的茶做的饭，桑厨艺可是1级棒。你炖的汤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也配给我炖汤？陆慕辰，微微一片心意，你什么态度？你别不知好歹！我看你真是被这个女人迷昏了头，早晚毁在她手里。陆老爷子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工作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在这儿反而让老爷子更有火气，没必要凑上去找不痛快。反正陆慕辰心里拎得清。来人，送老爷子和林小姐出去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闲杂人等不准随便进总裁班。哥哥之前说过，算法最后一次修改是副总牵头的，时间刚好在泄密前1周，两者能对上。得去技术部调修改记录，确认一下时间线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证据。刚好手里有陆慕辰签的调阅权限单，趁现在过去一趟。桑秘书，哦不对，你现在不是秘书了，技术部涉密，你不能进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碍事。我有陆总签字的调阅权限，让开。我要调核心算法的修改记录，耽误了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陆总签的也不行，副总说了，现在技术口他全权负责，他说不能进就不能进。别说你一个离职的，就是在职员工，没副总的签字也别想进。哼，王副总权限比陆总还大，我倒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改规矩了。行，我不进，我就在这等着，看王副总能不能一直护着你。你少拿陆总压我，我就不让你进，你能奈我何？我的人，谁敢拦？陆总，是副总吩咐的，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副总吩咐的，公司什么时候轮到副总说了算？让他亲自来跟我说。滚！想查什么跟我说，别自己跑过来，不安全。万一他们对你下手怎么办？技术部现在全是王健的人，你一个人闯过来，我能放心吗？哪有那么夸张？光天化日的，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就是想着顺手调了记录，仔细查开看，省得你再安排人跑一趟。副总那只老狐狸，指不定会对你做什么。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？就不能乖乖等着我把事情解决吗？你看这里，备份的见证码对不上，明显是被替换过。替换时间是泄密前3天，刚好是副总带队做系统升级的日子，时间完全对上了。没错，我之前就怀疑他借升级的机会动了手脚，只是一直没戳破，就是等着他把境外的人引出来。收网太早，容易漏鱼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他，那还让我哥停职那么久，合着你们俩合起伙来瞒我是吧？不是故意瞒你，是怕你性子急，往前冲容易露破绽。你哥在调查组反而更安全，王健想动手都没机会，演得逼真一点，姓王的才敢放心和境外接头。行吧，暂且信你。就是我哥平白无辜在调查组待那么久，委屈他了。证据链还差最后一环。还差境外交易的实锤。再等等，收网太早，容易漏鱼，得把他们一窝端了才行。再等等，等所有证据都落实，把他们一窝端了，就没人能威胁到你和你哥了。到时候我就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。下周办寿宴，必须带林薇薇出席，不然我脸上无光。全京城的名流都在，我带个董事侄女过去，也显得我们陆家重视合作。我不带，要带你自己带。我的女伴只能是桑玲。你要是不带她来，我就亲自去请桑玲过来，让她知道自己什么身份。我让她在全京城名流面前丢脸，看她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。爷爷，你要是敢动她，就别怪我不给您留面子。带赶了。威胁我吗？没门儿！我就偏要带桑过去露面，让你前2年仗着生病为难桑，现在反正好了，我才不听你的。
这个林薇薇她也真是够厚脸皮的，天天送，天天被拒绝。是啊，听说陆老爷子有心撮合她跟陆总，想攀高枝呢。有些人啊，都辞职了还赖着不走，就是想攀高枝勾引陆总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哥哥是泄密贼，妹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家子都想着靠歪门邪道往上爬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他不像那种人啊。怎么不像？你看他回来之后，陆总处处护着他，不是靠勾引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他哥铁定是泄密了，他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等着吧，早晚一起被赶出去。桑榆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嫉妒你，乱嚼舌根罢了，说的话特别难听，我听了都生气。就是啊，明明都是林薇薇带头传的，仗着自己是董事亲戚，到处乱说。你要不要跟陆总说一声啊，让他管管？没事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疯狗乱咬人，总不能咬回去。等案子结了，谣言自然就破了。陆沐晨比我更忍不了，等着看吧，不出半天肯定有动作。他最烦别人乱嚼舌根了。林薇薇，这女人太得寸进尺了，老虎不发威，她当我是凯蒂猫是不是？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把你们一锅端！公司养你们是吃干饭的，谣言传了一整天了，你们都不管，全公司都在乱嚼舌根，你们人事部是摆设吗？陆总，我们这就处理。立刻发全员通告，造谣生事者一经查实直接开除，追究法律责任。另外，去查是谁带头传的，查出来直接问责，不用跟我汇报。桑云这个狐狸精，凭什么陆总这么护着他？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叔，桑榆查得越来越紧了，再不想办法，我们都要完了。赶紧动手吧，让他们兄妹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急什么？沉不住气能成什么事？我正在伪造证据，后面把泄密的事彻底栽赃到桑震头上，做成铁案，到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他。可桑希现在天天在总裁办晃，陆总又护着他，万一他查到我们怎么办？说，能不能连桑希一起搞走？我不想看见他天天在陆总身边晃，看着就烦。放心，他跑不了。桑震坐实了泄密的罪名，他就是罪臣之妹，老爷子第一个容不下他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陆家自己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董事会一施压，陆沐晨自身都难保，还顾得上一个女人？真的？还是说你厉害？这下看桑榆还怎么得意。等他被赶出陆家，陆总身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别高兴太早，做事小心点，最近别往总裁办凑了，免得引起怀疑。等发布会那天，我们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。知道了，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小心。想动我的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陆总，要不要提前收网？他们好像准备在发布会上动手。不用，陪他们玩玩，等他们跳出来作妖，我再把证据都摆出来，一次性解决。顺便把我和桑图的事也公开了，一举两得。哼，等你们跳出来作妖，我就把证据都摆出来，一次性解决。顺便把我和桑雄的事儿也公开了，一举两得。嘿嘿。下周我爷爷寿宴，跟我一起去。我？不合适吧？陆老爷子可是一直都不太喜欢我，我去了，万一他当场发作，岂不是给你添麻烦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老头子肯定是愿意你去的，你是我带去的人，谁敢说什么？有我在，没人能给你难看。寿宴人多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陆沐晨的人。他会不会答应啊？这可是第一次带他公开出席场合，有点紧张，
要是他拒绝怎么办？好啊，既然陆总盛情邀请，那我就去。陆总、桑小姐，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款。这件蕾丝款的是巴黎秀场同款，特别显气质。这件缎面复古款，端庄大气，适合寿宴这种正式场合。还有这件鱼尾裙，是我们店的镇店款，全手工钉钻，整个城市就这一件，特别衬身材。拿这件鱼尾的试试吧，我看着还不错。桑小姐眼光真好，这件特别衬您的腰间比例，您穿上肯定好看。我这就带您去试衣间。桑鱼小姐，您今天真的太美了。我去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桑榆吗？我老婆也太好看了吧！这腰，这肩，早知道就不带她出来了，便宜别人了。这么好看，只能我一个人看。这件怎么样？会不会太隆重了？还行，就这件吧，包起来。还有搭配的首饰也一起包了。鞋子拿37码，按他的尺码来。不用这么破费，我就穿一次，没必要买这么贵的。给你买的，多少次都不算破费。陆沐晨，你当年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，后面又隐婚？真的只是因为创业期方便吗？没有别的原因？因为第一次见你，你笑着给我递水的时候，我就想娶你了。那年图书馆，你蹲在地上帮我捡书，头发垂下来，我就心动了。只是那时候太穷，给不了你好的生活，只能先隐瞒。我怕委屈你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创业期隐婚，对你对公司都好，免得对手拿我们段做文章。这人再口是心非下去，真的会失去我的。陆沐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带微微来，你带她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过好这个寿宴？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爷爷，想带谁来是我的自由。桑榆是我的妻子，陪我参加寿宴天经地义。寿宴人多眼杂，先让我们进去，私事后面再说。他哥现在还是泄密嫌疑人，你带他来，让宾客们怎么看我们陆家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清者自清，桑震是被冤枉，很快就会真相大白。爷爷与其在这里生气，不如等着看好戏。哼！你不是说老爷子不反对我露面吗？这反应可不像不反对的样子。我说他不反对就是不反对，总不能让林薇薇一直蹦跶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说你半句不是。哎呀，我滑倒了！对不起，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脚下滑了一下，您没事吧？我赔您西装钱。走路看着点，腿不好用就砍了，连路都走不稳，还出来参加什么宴会？陆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您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立刻消失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哈！你个妖贼，这么明显想让桑桑出丑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等过段时间，我就让你出大丑，抬不起头。不好意思，陆，我不小心，我这就滚。怎么有种母鸡护鸡仔的既视感？哟，今天怎么凑一块过来了？沐晨，你可是稀客，前几天都只敢半夜偷偷送东西，今天敢露面了？哥，委屈你在这儿待这么久，再等几天，发布会收网就能彻底了结，到时候我给你摆酒赔罪。委屈什么？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妹子，你看，他嘴上不说，背地里比谁都上心。从我进来那天起，3餐换着花样送，调查组的人都快以为我是来度假的了。我之前还真以为你公事公办，半点情面都不讲。本来就是公事公办。核心证据链已经齐了，就等发布会当天人赃并获。你哥这边我特意交代过，问话都挑白天，不让他们熬夜审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就别在我这儿演了。
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，沐尘从来没信过泄密那套说辞。出事当天他就跟我通过气，说要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，怕你担心才没敢告诉你。当年我们3个熬了半年才做出初代算法，他是什么人我清楚，他不信谁也不会不信我们兄妹俩。所以你早就布好局了，连我都瞒着。不是故意瞒你，是怕你性子急，往前冲容易出事。副总跟境外势力有勾连，手段不干净，你在明处，我怕他们对你下手。可不是嘛，我这妹夫心细得很。你辞职那天，他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夜，我这当哥的都没他上心。第2天就把调查组的部署全改了，就怕你受委屈。哥，你再歇2天，发布会结束，我亲自来接你回去。技术副总监材的位置给你留着。行，我等着。妹子，别总跟他置气，这人嘴笨，心里比谁都在乎你。你们俩的事儿得自己捅破窗户纸，我插手了，反倒像逼他似的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，还傻乎乎的以为这场婚姻只是权宜之计。大舅哥太好了，我要嫁给他。哦，不对，我已经是桑桑的了。明天我给你做便当吧。随便你，别太油就行，我胃不好，你知道的。咸油那我不做了，反正公司食堂也能吃，省得我麻烦。别，做了就带来，我不挑。耶！终于能吃到老婆做的饭了。明天要把上午的会都推掉半小时，安安心心吃便当，还要拍空饭和照片发给特助炫耀，气死他！知道了，陆总，保证合你口味。喏，给你带的饭，3菜1汤，我特意少放了油，养胃的山药炖排骨。味道还行，就是鱼稍微有点淡，下次可以多放一点点盐。咸淡就别吃，我拿回去自己吃。哎，别动，都做了，不吃浪费。再说你特意送来的，我总不能不给你面子。太好吃了，比家里阿姨做的还好吃。我老婆手艺怎么这么好？不行，以后得天天让她给我做便当，这样她就天天都能来办公室看我了。陆总，这叫有点淡，我看你吃的比谁都香。我是怕你辛苦做了，浪费了可惜。看我老婆做的饭。陆总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本来老爷子寿宴你应该带我出席的，凭什么带桑姨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辞职的前秘书，也配站在你身边？站住！第一，桑震是被诬陷的，这一点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，很快就会查。第二，桑榆是我的妻子，轮不到你评价。第三，我们结婚已经7年了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你们怎么可能结婚7年？我没必要骗你。叫保安上来，把林小姐请出去，以后不准她再踏入总裁办半步。我不相信，陆总，你骗我！桑榆她配不上你！哎呦！要不是留着她引副总上钩，早就把她开了。敢说我老婆配不上我，找死！等发布会结束，第一个收拾她。叔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陆沐尘都跟桑榆公开了，他亲口说他们结婚7年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沉不住气能成什么事？我怎么沉得住气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桑榆就要坐稳总裁夫人的位置了，到时候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叔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慌什么？这里面是伪造的桑震境外交易记录，还有篡改好的服务器日记。你找机会混进技术部，放进核心服务器里，到时候就算陆沐尘护着他，铁证如山，董事会也不会以桑震脱罪。桑震坐实了泄密的罪名，桑喜就是身为他妹妹也难脱其咎，陆家老爷子第一个容不下他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我要让桑婷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法待在陆总身边。等等，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。陆沐尘最近盯得紧，
找下班人少的时候动手。知道了，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办得妥妥当当。我的天，桑榆姐居然是陆总太太，隐婚7年，这也太能藏了吧！难怪陆总对桑榆姐不一样，原来早就结婚了，之前谁都没看出来。之前说桑榆姐勾引陆总的那些人，脸都要被打肿了吧？人家是正儿八经的陆太太。桑榆姐，你藏的也太深了吧！我们跟你共事这么久，一点都没发现。是啊是啊，难怪你跑查排文件都那么准，原来不是秘书专业，是天天待在一起摸透了习惯啊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当初创业期忙就没公开。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该叫你陆太太呀？还是叫桑榆姐就行，听着习惯。等发布会收网，就正式开全员大会公开，以后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，真好。他笑起来真好看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核心服务器触发了安全警报，检测到异常文件植入，打开一看，全是桑轸泄露算法的交易记录。终于忍不住动手了，副总肯定没想到这是一个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坑，就等他往里跳呢。是林薇薇放进去的伪造文件，对不对？对的，这种拙劣的手法我刚创业的时候就遇见过了。一群蠢货，他们想把水搅浑，逼董事会提前定性。那就陪他们玩玩，对外就说证据确凿，桑轸的嫌疑加大，法务部准备走司法漏序，演得像一点，别露馅儿。是陆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哟，桑榆姐还有心思接水呢。有些人啊，刚当上总裁夫人没2天，哥哥就要坐牢了，真是可怜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没脸待在公司了。是不是真的？很快就知道了。你这么着急，好像比我还关心我哥的事。铁证如山，还能有假？服务器里都查出来了，你再狡辩也没用。你哥肯定要坐牢，你也没好果子吃。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跳吧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过2天哭的就有多难听。明天跟我去林氏，盛远集团的技术框架协议，对方陈总只认你对接的加密节点细节，你不去签不下来。张苗跟着你也一样，核心条款和加密参数我都标注过了，他对接没问题的。旧项目收尾还有点尾巴，我就不去了，留在公司也能接着查线索。盛远的加密节点是你全程跟的，分支逻辑只有你清楚，旁人说不清楚。陈总点名要你去，别人去了也是白跑一趟。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8点的飞机，机票已经订好了。可是我走了，这边的线索没人盯着，万一王健那边有动作怎么办？有特助盯着，出不了事，就去2天，耽误不了查案，而且出差算加班，违约金多抵半个月的，你不去吃亏。行吧，看在违约金的面子上，我去。桑榆姐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啊？陆总就是想跟你一起出差呗。这半个月，他天天盯着你工位看，魂儿都快没了。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能放过才怪。别胡说，就是公事，我才不信。自从他弟辞证搬回公寓，我们都好久没单独说过话了。出差刚好能名正言顺待2天，总比在公司他天天躲着我强。哪怕多聊2句工作也好，顺便也能躲开林薇薇那烦人的家伙。去就去吧，公事公办而已。只是冷战了快1个月，突然单独出差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明明是领了证的夫妻，现在反倒比刚认识的时候还生分。这是当年创业第1年冬天，我给陆慕辰织的。虽然织得歪歪扭扭，他却天天戴着，戴了好多年。那时候天天挤在10平米的工作室里，也没觉得苦。怎么现在公司做大了，反倒生分了呢？他胃不好，出差总忘记按时吃饭，戴着总没错。2间豪华大床房，谢谢。
实在抱歉，陆先生，今晚全市开数字行业峰会，我们酒店只剩最后一间行政套房，周边3公里内的合作酒店也全满房了。这么离谱，峰会居然把酒店都订满了。虽然是赶合法夫妻，但搬出去之后就没再同处一室过。突然要住一间房，也太尴尬了。我让助理再找找远一点的酒店，就是要多开半小时车。明天早上还要赶签约，怕来不及。天助我也！这可不是我故意安排的，老天爷都在帮我缓和关系，终于能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了。算了，就这间吧，凑合一晚，明天下午就回去了，总不能折腾到半夜。我睡外间沙发，你睡卧室，不用有负担。有负担才怪，巴不得呢。沙发就沙发，能在一个屋檐下就知足了。等会儿要不要借口问他喝不喝水，搭2句话？不行，太刻意了，显得我多盼着似的。好在不是比萨的单间，不至于太窘迫。淡定，你有点出息。7年夫妻了，又不是第一次同住，怎么搞得跟初恋约会似的？可是他搬出去以后，我好久没离他这么近了，连他洗发水的味道都快记不清了。跑那么快干什么？好像我能吃了他似的。以前天天住一起也没见他这么别扭，冷战了一阵子，反倒生疏了。明明是他自己摆冷脸把人气走的，现在又这副样子，真是嘴硬心软的笨蛋。头发吹干了再睡，你体质偏寒，湿着睡容易头疼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干了。倒是陆总，沙发有点短，你1.8米几的个子睡得开吗？不然床够大，一人一半，省得你明天落枕耽误签字。他让我睡床，1人1半，这是冷战以来最大的突破了吧？不行不行，要矜持，不能表现得太开心，不然他该觉得我蓄谋已久了。可是真的好开心啊！行吧，确实沙发太短了，你往里点，我不占地方。他就在我旁边，离我不到1拳远，我能闻到他头发上的栀子花香，跟7年前第一次同床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，好想伸手抱他一下。明明以前天天睡在一张床上，现在居然紧张的心跳加速。说起来，搬出去这20多天，其实也挺不习惯的，身边少了个人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桑灵，醒醒，你发烧了。怎么了？发烧晚上吹风着凉了，都怪我，睡前忘了把窗户关小。他本来就体质弱，出差奔波这么久，肯定累坏了。来，靠好，先把药吃了。陆沐晨，我怎么这么难受？没事，吃了药就好了。来，张嘴，药不苦。是他守了我一整夜吗？以前每次生病，他也是这样，嘴上不说，却会默默守一整夜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变过。醒了，还难受吗？头还疼不疼？好多了，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整夜吧。总不能看着你病死，耽误今天签字。都怪我没照顾好他，出差还让他生病了。早知道就推了这个破项目，也不让他遭这个罪。等回去得给他好好补补，炖点燕窝养养。明明担心的要死，偏要拿工作当借口。陆总跟桑秘书配合的真是默契，我看不只是上下节吧。陆总看桑秘书的眼神可藏不住东西。陈总说笑了，她是我的妻子，这次能顺利签约，多亏她之前盯了半年。哎呦，原来是陆太太，失敬失敬。我说呢，这么能干又漂亮的秘书，也就陆总藏得住。算你有眼光，这是我老婆，当然有默契，从高中起就跟我一条心，谁都比不了。昨晚我烧糊涂了，有没有说什么胡话？没什么，就喊了头疼，别的没说。何止说了胡话，还往我怀里蹭。算了，不说了，说出来他该害羞了。这么闹了一场，好像也没那么生他的气了。说到底，他从来都是这样，嘴笨，只会用行动做。7年了，我早该懂他的。靠过来了，他靠在我肩上了，好久没离他这么近了，头发软软的，香香的，还是花香的洗发水味。顺了肩膀给他靠，多久都行。是他的味道，很安心，好像回到了以前。每次出差坐飞机，我都是靠着他睡的。星星，到了。抱歉啊，睡着了，压麻你了吧？
没事，麻了也值，靠多久都值。要是能一直靠下去就好了。回去就让人把家里客房都收拾了，他搬回来就不用分房了。这次出差谢谢你，我哥的事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帮忙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不该不听解释就递辞呈。我上去了，你路上小心。早点休息。他跟我道歉了，他说误会我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不生气了？是不是很快就能搬回家住了？太好了！唉，明天就让阿姨把她的房间都收拾好，换上新的床单被套。其实早就不生气了吧？从听见他心声的那天起，从知道他暗中照顾哥哥，默默护着我开始，气就消了，只是拉不下脸先低头而已。算了，慢慢来，反正7年都过来了，不差这几天。你发现没？陆总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刚才我递文件他都没皱眉。何止啊，我看见陆早上还给桑榆姐带了早餐呢，感觉陆和桑榆姐和好了，气压都没那么低了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天天提心吊胆挨骂了。还说不是故意献殷勤，嘴上硬装无所谓，行动倒是比谁都积极。这家伙表达关心的方式永远这么别扭，不过还挺可爱的。以后桑榆的加班餐都按他的口味定，少油少辣，汤要温的。还有，他下班晚的话，必须安排司机送，不准他自己打车。晚上加班超过9点，提前让阿姨炖好汤送过来。好的，陆总，我记下了。进来怎么不敲门？完了，是不是被他听见了？会不会觉得我太啰嗦？可是他胃不好，又总忘记吃饭，不盯着点怎么行？得好好养身体。没什么，就是来送文件，顺便谢谢陆总的橙汁，很甜。行政统一定的，不是特意给你买的。还有靠垫，很舒服。高端妇产医院产检套餐，妇产医院、月子中心，他偷偷查这些。7年隐婚，两人从没认真聊过孩子的话题。他外面这是有人了吗？你怎么完了？怎么被他发现了？不是他想的那样，这全是给他查的啊！我想等泄密案料结，我们彻底和好，就跟他提生孩子事儿。特意托人找的全是最好的私立妇产医院，怕他嫌公立医院人多受罪，连月子中心都跑了3家。我守身如玉7年，除了他，我连别的女的多看一眼都嫌烦。我进来送文件，不小心碰掉了抽屉里的东西。陆总，这些资料是要有孩子了？是给你查的。我本来想等泄密案彻底结束，我们关系也稳了，再跟你提这件事。当年创业苦，你跟着我吃了那么多罪，我不想生孩子也让你委屈。这些医院和月子中都是我托人考察的，医生权威，环境也好，能少遭点罪。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怎么就被发现了？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着急了？会不会不想这么早要孩子？可是我真的想跟你有个家，有个长得像你的小孩，光明正大的那种。给我查的，我们现在这关系，陆总就想到生孩子的事了，会不会太早了点？我还以为你只是想找个人给陆家传宗接代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提前做准备。桑玲，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不是隐婚躲躲藏藏的那种，是光明正大，有你有孩子的家。之前是我嘴背，总惹你生气，可我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，从来没有。笨蛋，藏了这么久的心思全写在心声里了，还嘴硬不说，真被戳穿了，又急成这个样子。知道了，那等案子结束再说吧。他答应了，他没生气，还说等案子结束再说，4合5入就是同意了，太好了。都听你的。陆沐晨最近查得越来越紧，再拖下去，我们转移数据做假账栽赃桑镇的事早晚要露馅。下周新品发布会是最后机会，必须动手。都怪桑玲，要不是他天天缠着查旧档，我们替换桑镇审批记录的事根本不会被盯上。叔，发布会必须想办法扳回一拳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新品发布会是董事会全员到场的日子，也是公司最重要的对外场合。我们提前偷出最终版核心算法原文件，一方面卖给境外买家套现，另一方面当场揭发算法泄露，把锅全扣在桑镇头上，就说他被停职期间怀恨在心，串通外人泄密。到时候陆沐晨监管不力的帽子扣死，
董事会必定施压。他总裁的位置坐不稳，我们就能顺势夺权。可是原文档加密等级很高，我们拿不到啊。拿不到就想办法。桑荣现在在做旧项目收尾，他的权限能碰核心库的备份节点。你找机会往他电脑里种个木马，借他的账号把文件导出来，到时候东窗事发，连他一起拉下水，就说他们兄妹种因外合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我要让桑莹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法待在陆总身边。我看他还怎么跟我抢。桑榆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。陆总，果然动手了。林薇薇刚往桑叶小姐电脑里植入了木马，和您预测的一模一样。终于忍不住了，想借桑提的账号偷文件，还想栽赃他们兄妹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正好借发布会一次性把你们这些蛀虫都清干净。知道了，按原计划来，让技术部把假文件放进去，做的直真点。是。让技术部准备一套加密的假原文件，植入了可追踪的水印，故意放在桑榆权限能触敌的贝斯库中，等着副总那边上钩。陆总，假文件已经部署好了，水印追踪系统也调试完毕。只要文件一传输，我们就能立刻定位到接收端。做得好。保密工作做好，别走漏风声。明白。你一个人住那边，上下班不安全。反正家里空着也是空着，案子快结了，要不搬回去住？陆总这是在邀请我回家？我是怕你耽误工作，来回跑麻烦。再说你一个女孩子住外面，我不放心。是啊，就是邀请你回家。我都快1个月没见着你在家的样子了，家里冷冷清清的，一点人气都没有。你回去了，家里才像个家呀。我晚上睡觉都觉得空落落的。再说吧，等案子彻底结了再说。现在搬回去，别人看见了该说闲话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等发布会收网结束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人接回家，再也不让他走了。陆总，木马已经把假文件导出去了，副总那边果然信了，已经联系了境外买家，约定发布会当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交易地点定在发布会现场的地下设备间。通知安保部和法务部，按原计划布控。发布会当天，人赃并获。另外，把桑镇那边的证据链再核对一遍，当天一起公示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桑宝贝，再等等，很快就结束了。等解决了这些蛀虫，公司就彻底干净了，我们也能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还偷看，被抓包了吧？真是的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别扭。陆慕成啊，陆慕成，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！总裁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王总，好久不见，您这气色真好啊！等下先讲技术业代，再公布合作方，最后是提问环节，都确认过了。陆总今天怎么这么淡定？我还以为你会紧张，这么媒体和董事都在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一切都在计划里。当然不紧张，姓王的今天蹦得越高，一会儿摔得越惨。我给他准备的假文件还是让技术部特意做的低配版，就怕你智商不够看不懂。计划失败呢，就是怕一会儿场面太乱，吓到桑宝贝儿，得让他待在我身边才行，寸步不离。算了，我就乖乖配合，看他怎么演。陆总，等一等，在发布新品之前，我有件更重要的事要跟各位董事、跟媒体朋友们公布，关系到公司核心机密。前段时间核心算法泄密案，大家都以为告一段落了，可实际上，桑镇根本贼心不死。他被停职期间，
串通他妹妹桑榆，利用职务权限盗取了最终版原文件，打算卖给境外公司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。王副总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证据呢？证据就在这儿。这就是从桑榆电脑里截获的传输记录，还有他偷偷导出来的原文件备份。他现在就站在台上，大家可以当场核对。我要求立刻停止调查桑榆，严肃处理。请问王副总，您说桑榆盗取文件有实质性证据吗？这么指控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桑小姐，您对王副总的指控有什么回应吗？您真的盗取了公司算法吗？您在陆氏工作多年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一刻呢？想把陆氏占为己有？就这，我还以为能拿出什么新鲜东西，果然是冲着栽赃来的，手段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老套啊！怎么，桑秘书无话可说了？我看你就是和你哥里应外合，吃里扒外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吗？证据确凿，你再抵赖也没用。王副总这话，饭可以随便吃，话可不能随便说。你说文件是桑阳偷的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份原文件是哪个版本哪一天的备份？核心密钥是多少？当然是最新的中版，就是上周刚更新的最终版。密钥我怎么会知道？自然是桑榆偷的。我只负责截获证据，哪能知道核心密钥？哦，是吗？那这是什么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大礼包，玩的就是你，狗贼纳命来！不可能，这明明是从他备份库里导出来的，怎么会？王副总，文件是你导的，你竟然私自窃取公司核心数据，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完了，被发现了。不是，我是为了查案，我是为了公司才出此下策，我是想引蛇出洞，故意导出来试探他的。就算这份是假的，也不能证明桑振没泄密。之前的泄露事件本来就是他经手的，他嫌疑最大。这是桑振签字的保密协议转让书，以及篡改的监控录像，还有他的境外账户流水，铁证如山，他就是泄密者。你们不能因为一份假文件就否定所有证据，这些总假不了吧？这签字看着确实像桑总监的，流水也有银行盖章，这份转让书是伪造的。第一，核心算法的最终修改节点是在我哥被停职之后，操作 IP 指向副总办公室，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泄密前一天晚上，他正和我在家吃饭，有监控和外卖记录为证。第二，转让书上的签名笔迹模仿的再像，书写压力也不对。我哥签名最后一笔习惯带个小勾，这个没有，明显是描摹的。各位董事，我在调查组期间已经完成了算法溯源。篡改原文件的人对代码结构非常熟悉，但留下了专属代码习惯。这是王副总的传用写法，他总喜欢在循环语句后面加多余的注释，这个习惯7年没变。更好，今天人多，就把所有事情一起说清楚。真正勾结境外势力，窃取算法，栽赃桑振的人，是你王副总。你忽略了监控上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当天桑振穿的是我8年前送他的限量款球鞋，早就绝版了。你找来伪装的人鞋子，完全不是那一款。林薇薇作为帮凶，协助你植入木马伪造证据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个姑娘半点荒色都没有，条理清晰地拿出证据，稳住了全场。这份定力和能力配得上他孙子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这些证据？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。放开我！我要走！这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叔让我干的。从你往桑振工位放伪造的交易记录那天起，安保部就盯上你了，给你机会偷假文件，就是为了等你和境外买家交易当天，人赃并获。陆总，
这2个人在地下设备间交易时被当场抓获，现金200万，接收设备都缴获了，人赃并获。同意，这种蛀虫必须严惩。陆总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都是我叔逼我的，我是被他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经核查，技术总监桑震完全清白，即日起恢复原职，并且晋升集团技术副总裁。另外，借此机会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。在整个案件调查过程中，我的妻子桑玉顶住压力，梳理线索，核对证据，功不可没。陆总，请问你们结婚多久了？为什么一直隐婚？结婚7年了，以前创业忙，委屈他隐婚了7年，以后不会了，我会光明正大陪在他身边。这家伙居然当众说我是他妻子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倒是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下好了，全行业都知道了。小修啊，以前是爷爷不对，对你有偏见，还误会了你哥哥，处处给你难堪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别往心里去，爷爷老糊涂了，思想迂腐，总是纠结看重那些虚头巴脑的门第，现在才看明白，能陪着沐尘吃苦共患难的，才是最合适陆沐尘的人。那个林薇薇娇柔做作的算什么东西？爷爷言重了，都是我该做的，查清真相，也是为了公司好。当时情况特殊，您有顾虑也是正常的，我没往心里去。这些年你陪着沐尘创业，又陪着他度过这次难关，有能力有担当，是我们陆家亏欠你。以后啊，你就安心当陆家的少奶奶。沐尘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跟爷爷说，爷爷替你教训他。陆家的儿媳妇就是要你这样的。爷爷，我疼他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欺负他？您就别操心了。老头终于想通了，以后再也没人能说桑林配不上我了。以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，再也不用躲躲藏藏。老头的认可可算是让这段隐婚了7年的感情终于彻底见了光。好小子，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连我都瞒着，害得我在调查组待了这么久。天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都快胖了，还跟做特务一样瞒着我妹跟你秘密交流。知道我心里压力有多大吗？幸亏你小子聪明，早有防范，不然我可真就栽了大跟头了。哥，委屈你待了这么久，待在调查组，不逼真一点，姓王的不会上钩。等下我白酒给你赔罪，好酒管够。我懂，好酒就不用了，你胃不好，陪我喝不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我俩父母早逝，相依为命，她可是我的命根子。你只需要以后对我妹妹好就可以了。倒是你，这段时间没少担心吧？我就说沐尘心里有数，你还天天熬夜查资料，以后可不许这么拼了。有什么事儿让他去扛。我知道他心里有数，但是还是自己亲自调查比较安心，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好哥哥嘛。怎么带我回这儿？我东西都还在公寓那边呢。那边别住了，搬回来。你的东西我明天让人去搬，今天先凑合一晚。反正你的睡衣、护肤品这儿都有，没人动过。家里还是我走之前的样子，我的拖鞋摆在门口，水杯放在茶几上，连阳台上的绿植都长得好好的，叶片油亮，显然一直有人打理。你天天让人过来打扫，我还以为我走了之后这就没人管了呢。就是阿姨每周顺道过来收拾2次，不是特意的。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总不能落灰。我一直等着他回来的，从来就没想过让他一直住在外面。今天案子结了，他总没理由再搬出去了吧？要是他还不肯，我就求他。是吗？我还以为陆总天天盼着我回来，特意把家收拾的跟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就等我哪天回头呢。谁盼着你了？我就是习惯了这样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你的家，你本来就该住这儿。陆沐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相信我哥，也谢谢你一直护着我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傻瓜，跟我说什么谢谢？你哥是我大舅哥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护着你们护着谁？以前是我嘴背，
没跟你说清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知道说清楚了，以前摆冷脸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还拿500万违约金压我，陆总可真威风啊！那时候不是怕你真走了吗？想留你又拉不下脸，以后不会了。案子结了，以后都住这儿，不准再搬出去了。好，不搬了。再搬出去，万一陆总又拿违约金压我，我可赔不起。赔不起就以身抵债，一辈子都别想走。我的天，居然是王副总干的！我之前还真以为桑总监泄密了，原来是被栽赃的。那还用说，桑总监什么人啊？技术大牛，犯得着泄密吗？你看最后陆总太太也出力了，夫妻联手，直接把那鬼一窝端了，太帅了！等等，陆总太太就是桑一姐，我的天，他俩居然是夫妻，我之前一点都没看出来。怎么突然带我来这儿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还特意订了靠窗的位置。没什么日子，就想带你来。你以前不是说这家的鹅肝好吃吗？刚好顺路。顺路？我记得咱们家跟这儿可是反方向，陆总这路顺的有点远啊。好紧张哦，虽然结婚那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求婚，真是年纪越大脸皮越薄了。桑桑应该不会拒绝我，拒绝我也没用，反正结婚了。当年太穷，连个正式的求婚都给不了你，领证都是随便找了个日子，连束花都没有。我记得领证那天，你穿了件白衬衫，头发扎成马尾，出了民政局就跟我去跑客户了，连顿饭都没好好吃。桑宇，7年了，补我一个求婚的机会好不好？不会再让你受委屈，不会再让你躲躲藏藏。好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在我递辞呈那天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能听到你的心声，所以我才没有被误会裹挟，真的很庆幸。什么？那岂不是我那些小九九你全听到了？你还装作不知道？桑桑你好坏啊！那我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你也都听见了？都听见了。比如什么桑宝贝别走，我老婆最好看，还有对着空饭果炫耀的，都听见了。切，听见就听见，反正都是真心话。要不是有心声，你指不定还跟我闹多久别扭呢。哪有？我要是直接说了，我还能知道你暗恋我这么久啊，陆总，12年呢，藏的可真深。再深不还是被你发现了？反正这辈子你都别想跑了。下周全员大会，我正式跟所有人介绍你，给你一个名分，也给我们的婚姻一个交代。到时候我把所有合作章都请来，让全行业都知道你是我陆沐晨的妻子。不用那么大阵仗，就公司内部开个会说一声就行。我又不是什么吉祥物，用不着昭告天下。那怎么行？委屈了你7年，必须风风光光公开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陆沐不尘的妻子见不得人呢。陆总怎么比我还急？以前藏着掖着的是你，现在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的也是你。以前是条件不允许，怕有人拿你做文章，现在内鬼清了，公司稳了，当然要公开。对了，爷爷那边也说了，想请家里亲戚吃顿饭，正式认认你这个孙媳妇。都听你的，不过公开之后我就不做首席秘书了。为什么？做得不开心？还是有人说闲话了？你别管别人说什么，有我呢，谁敢说闲话直接开除。不是，我想成立自己的商务咨询工作室，做自己的事业。总不能一辈子都当你的秘书吧？总裁夫人当首席秘书也不合规矩。我也想有自己的天地，不想总活在你的光环底下。好，我支持你，资金、场地、人脉，需要什么跟我说，全都给你安排。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这么爽快，我还以为你会说别折腾了，我养你呢。我养你是应该的，但你想做自己的事，我更支持。我老婆这么厉害，肯定能做出自己的事业。陆氏就是你第一个客户，永远的靠山。你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品，是能和我并肩的人。那陆总以后可得多照顾我生意啊！以后我工作室接项目，
陆总可别装作不认识。那当然，陆氏所有核心咨询只找桑榆的工作室，别人给再多钱都不换。对了，启动资金我自己有，不用你给，我这些年攒的钱够了。你的钱是你的，我的是你的，给你投资怎么了？就当我入股了，以后工作室盈利了，给我分红就行。行，给陆晨分红。哼，我就喜欢她不依附我的女强人的样子，爱她的独当一面。怎么突然有点紧张啊？又不是第一次上台讲话。紧张什么？有我在呢，一会儿我站你旁边，没人敢说闲话。我紧张的是这个吗？我是怕你一会儿说漏嘴，把12年暗恋的事儿全说出来，那全公司都该笑你了。瞎说什么呢？第一件泄密案告破，桑振恢复原职并晋升技术副总裁，涉案人员全部移交司法。后续公司会优化保密体系，大家不用再担心。第二件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桑榆是我的妻子。我们结婚7年，从10平米的创业工作室走到今天，她陪我吃过所有的苦，是陆氏当之无愧的功臣。没有桑榆，就没有今天的陆氏。以前委屈她隐婚了7年，以后我要光明正要爱她。以后公司上下见她如见我。大家好，以后工作室那边还要和大家多对接，麻烦各位多多关照了。以后我就不是首席秘书了，大家不用再怕我查榜了。桑榆姐，不对，陆太太，你也太能藏了吧！我们跟你共事这么久，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好了，难怪陆总以前只喝你泡的茶，原来是夫妻啊！我们之前还猜了好久，说陆总对你是不是不一样，没想到居然是正牌夫人。别叫陆太太，听着怪别扭的，还是叫桑榆姐就行。以后工作量常联系。陆总，心愿终于了了，憋了7年，这下舒坦了吧？少废话，下午的会议安排好。终于公开了，终于能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我老婆了。憋了7年，可憋死我了！以后上班就能光明正大看她了。今天陆总又给陆太太带奶茶了，还是3分糖温热的，真细心。可不是嘛，刚才开会陆总看陆太太的眼神都快拉丝了。以前开会多严肃啊，现在陆太太一发言，她眼神立刻就软了。你中午不用出去应酬啊，天天跟我在办公室吃饭，不怕别人说你公私不分？应酬哪有陪老婆吃饭重要？再说了，我自己的公司，谁敢说闲话？陆总现在可越来越霸道了。只对你霸道。桑总年纪轻轻就自己开工作室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王总客气了，以后还要请王总多多关照，有合适的项目，咱们随时对接。桑总能力这么强，陆总可有福气了。夫妻档联手，以后咱们行业可没人能比得过你们。陆总好福气啊！陆太太不仅长得漂亮，能力还这么强，真是郎才女貌。她一直都很优秀。那是我老婆，当然优秀了。从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厉害，创业的时候比我还能拼，能娶到她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好累啊，没想到开业这么折腾，比开一天会还累。辛苦了，老婆。以后慢慢就好了，别太累着自己。实在不行，还有我呢，天塌下来有我扛着。知道啦，有陆总给我当靠山，我怕什么？桑总，不好了！咱们核心新项目组的2个设计师被对面公司挖走了。就是上次跟咱们抢产业园项目的那家，他们开了双倍工资，人昨天连夜提的离职。什么时候的事？项目资料有没有带走？资料都按规定交接了，没带走。但是产业园项目的方案刚做到一半，核心设计师走了，进度肯定受影响。而且外面还在传谣言，说咱们工作室靠陆氏撑腰，没有真本事，全靠总裁夫人的名头接活。现在好几个客户都来问，有点动摇了。桑总，现在外面传得很难听，客户也动摇了，怎么办啊？要不咱们找陆总帮忙，他出面说一句话，肯定没人敢乱说了。怕什么？项目被抢了，我们就拿更好的方案抢回来。谣言不攻自破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重新做方案，
3天自带内拿出新方案，我亲自去见客户。至于陆总，这件事我们自己解决，总不能什么事都靠他，不然别人说的就没错了。咱们用实力说话。对面公司的事我听说了，要不要我出手？动用关系给客户施压，或者挖他们的人回来，都一句话的事。不用，这是我工作室的第一个坎，我想自己跨过去，总不能永远靠你，我得证明自己。再说了，靠关系赢了也不光彩，我要靠方案赢。好，我尊重你，要是撑不住了，随时跟我说，别硬扛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陆总放心吧，你老婆什么时候输过？我就知道她可以，她从来都不是依附我的菟丝花，是能和我并肩的树。她想闯，我就给她兜底。桑总，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也听了谣言，觉得你可能是靠关系，但看完你的方案，我就知道你靠的是真本事。这个方案比之前的周全多了，连我们没考虑到的风险点都想到了。合作愉快，以后我们团队会全程跟踪，保证项目落地效果。合作愉快，以后我们长期合作，有项目第一个找你们。桑总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这次肯定黄了，没想到居然逆风翻盘了。这个月奖金翻倍，好好放松一下，后面还有新项目等着咱们。陆总来了，快坐快坐。你看，我自己也可以的，没靠你，我也能把项目拿下来。是，我老婆最厉害，我一直都知道。看什么呢？这么早就开始准备了？不是说顺其自然吗？我看你比谁都急。就是随便看看，又没说要，就是觉得这小衣服挺小的，挺有意思。是吗？我看某人看的眼睛都直了，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女儿，软软糯糯的，跟小团子似的？都可以，男孩女孩都好，像你就行。之前查的妇产医院资料都准备好了，就是不知道他想不想要孩子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不着急，先过过2人世界也行，就是有点期待长得像他的小孩。走吧，去买菜，晚上给你做糖醋排骨。先拿着，万一以后用得上呢？行，先囤着。关于下个季度的项目推进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。陆太太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我看她刚才脸色不太好。有可能啊，结婚这么多年也该有好消息了。要是真的，陆总还不得开心疯了？这个月例假好像推迟了，不会真的怀孕了吧？真的怀孕了，居然这么快！我还特意买了3个不同牌子的，应该不会出错。也不知道陆沐晨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直接跳起来？桑榆，你在里面吗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陆沐晨，你要当爸爸了。真的，我要当爸爸了，没看错吧？应该是，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就确定了。我买了3个，都是2条行。我有孩子了，我和桑宝贝的孩子，太好了！之前查的妇产医院终于用上了。不行，明天就去预约最好的医生，还有月嫂、月子中心，全都得提前订，不能让桑宝贝受一点委屈。对了，还要把家里的尖角都包起来。你慢点儿，别吓着孩子。对，不能吓着宝宝。累不累？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吃的，想吃什么？我不饿，你别紧张。确认怀孕6周，胎心幼芽都有，一切正常。我就是怀个孕，没那么娇气，正常上班都没问题。不行，必须小心，前3月最危险了，不能累着，不能碰着，有什么事都叫我，别自己动手。好不容易怀上的，当然得小心再小心。桑宝贝本来就瘦，怀孕肯定辛苦，我得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就办小型婚礼，请亲近的家人和老同学就行。搞那么大阵仗我累，怀着孕
也折腾不起。你看这礼堂就在咱们高中旁边，白墙红窗的，不比那些5星级酒店有意义。那怎么行？签了你7年的婚礼，必须风风光光办，委屈什么都不能委屈你。风光能当饭吃啊？从校服到婚纱的噱头，不比铺几十桌酒席有纪念意义。再说了，咱们班主任退休了就在附近住，请他来证婚，不比什么都强。都听你的，但首饰婚纱必须用最好的。陆家传下来的那套珠宝，我让管家送来了，有奶奶当年戴的珍珠冠冕，还有一套钻石项链，你挨个挑，喜欢的都留下。至于这么大阵仗吗？不就是个婚礼，简单点不好吗？至于你跟着我吃了那么多年苦，租地下室，吃泡面，挤公交，一场婚礼不能再委屈你半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桑榆嫁我陆慕辰是被捧着的。看傻了，好不好看？我刚才试的时候，店员说这款是镇店款，好多明星都订过。好看，我老婆全世界最好看，比任何人穿都好看。刚才是谁绷着脸非要办盛大婚礼的？现在看一眼婚纱就看傻了。以前路过婚纱店橱窗，是谁偷偷往里瞄来着？以前总想着等有钱了一定让你穿最漂亮的婚纱，住最大的房子，真看见了，又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你。那时候连件像样的礼物都送不起，让你跟我熬了那么多年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日子是2个人一起过的，我从来没觉得苦。桑榆，谢谢你从来没放弃过我，以后所有的好东西我都捧到你面前。出息点，别等会儿哭了。小子，我妹交给你了。以前你嘴笨，不会说话，让她偷偷哭了好多次，我这个当哥的都记着。以后再敢让她受半分委屈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哥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都护着她，她想要的我都给，她受的苦我都补。我陆慕辰对天发誓，绝不让桑榆再掉一滴眼泪。陆慕辰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娶桑榆女士为妻？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都不离不弃，相守一生。我愿意。桑姨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谢谢你陪我从10平米的出租屋走到今天，陪我吃泡面、熬通宵，吃过所有的苦，走过所有的难。往后余生，我拼尽全力爱你、护你，永远不变。桑榆女士，请问你是否愿意成为陆慕辰先生的妻子？我愿意，陆先生余请多指教。太感动了，俩人经过这么大的事情，还能依旧站在彼此身边。对啊，桑榆很厉害啊，靠自己就搜出了污蔑自己哥哥的大多证据，完全没有依赖陆总，真是我辈楷模。你刚才也太肉麻了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也不怕底下员工笑你。憋了12年了，今天终于能光明正大说给所有人听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爱你，桑榆。这人还怪细心的，册子封皮都被翻得发软，内页密密麻麻全是标注，红笔圈着重点推荐的产房，蓝笔写着注意事项，黄标贴贴满了月子中心的服务项目，页角都翻卷了边。陆总，这资料都翻烂了，我看比你公司的项目报告还详细。就是提前做功课。这家私立医院是1对1产房，全程有助产师陪着，月子中心就在同栋楼，产后修复、育婴课都安排妥了，你能少遭点罪。我对比了8家医院，这家是口碑最好的。合着你早就盼着我怀孕是吧？我还没说要孩子呢，你这边全套都准备好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提前准备着，总不能等你怀上了再手忙脚乱。我就是想着万一呢，万一哪天我没有宝宝了，
不能让你受委屈。看你急的，我逗你呢，我也挺期待的。上次楼下邻居带宝宝散步，软乎乎的，还伸手抓我手指，可爱的很。又抽筋了，是不是刚才翻身抻着了？你别动，我给你揉。你这手法越来越专业了啊，我都快以为你偷偷去报了按摩班。你这阵子腿肿的厉害，晚上总睡不好，翻来覆去的。我不学快点，谁给你揉？以后每天晚上我都按到你生为止。白天你在工作室坐久了，也记得起来走走，别总盯着电脑。其实不用这么累，我没事，过阵子就好了。你白天公司那么忙，晚上回来还要照顾我，不要坏了身体。不累，能陪着你和孩子，我干什么都不累。以前穷，让你跟着我吃苦，连个好点的钙片都买不起。现在我有钱了，必须把最好的都给你们，半分委屈都不能有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哪里疼？疼得厉害吗？你说话呀，别吓我。肚子疼，一阵一阵的。刚才去洗手间，好像见红了，应该是快生了。你别慌。别怕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待产包早就收拾好了，在玄关柜子里。医生也提前打过招呼，急诊通道留好了，你坚持住。你外套穿反了，领口都歪到后背去了。没想到一向冷静持的陆大总裁也会慌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我？疼不疼？要不要我背你下楼？能走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就抱你下去。没那么夸张，宫缩还能忍，还能走。你慢点儿，别摔了。这里面是蜂蜜水，可以缓解疼痛。我问过 AI 了，虽然这东西有时会出馊主意。忍一忍啊，老婆，马上就到了，还有10分钟。疼你就掐我，别自己憋着，掐多重都行。你专心开车，别分心，安全第一。我能忍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还差这一点吗？当年为保护公司机密，还算是跟歹人搏斗过呢，这点疼算啥？没事，你使劲掐，只要你能舒服点。都怪我，非要什么孩子，让你遭这么大罪。早知道生孩子这么疼，我什么也不让你生。说什么胡话呢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心甘情愿的。你别忘了，以前你说要给我一个家，现在家就要完成了。这小屁孩出来之后，看看为爹怎么教训他。和你在一起那么久，我可没怎么让你这么吃苦。陆沐晨啊，你一夜没合眼了。你看看，你的眼底都布满红血丝了，这胡茬也多得不行。你坐下歇会儿，走来走去晃得我眼晕。桑榆身体素质从小就好，肯定没事。我坐不住，里面一声一声的，我隔着门都能听见他疼的闷哼，我心都揪起来了。早知道这么疼，说什么也不让他生。我宁愿不要孩子，也不想他遭这份罪。现在说这话晚了，当初是谁天天盯着育儿书看，半夜起来给他揉腿的？桑榆愿意为你生孩子，是信你能护着他们娘俩。恭喜陆先生，是个男孩，6斤8两，哭声特别响亮，身体很健康，母子平安。我老婆呢？她怎么样？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她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产妇很顺利，产程很快，就是有点脱力，现在在里面观察，半小时就推出来。您放心，产妇很勇敢，全程都很配合。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，她没事就好。这小家伙还挺好看，闭着眼，皮肤红红的，还攥着小拳头。看看你儿子，皱巴巴的小老头样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你刚出生的时候还没他重呢。等他出来再说。儿子哪有老婆重要，他才是最辛苦的。陆沐晨是个儿子，跟你长得很像。辛苦了，老婆，谢谢你。以后咱们不生了，就这一个，我再也不让你遭这份罪，再也了。
小祖宗别哭了行不行？你妈刚睡着，她白天带孩子累坏了，别吵醒她。是不是饿了，还是尿了？爸爸给你看看啊。豆包豆包，快告诉我深夜婴儿哭噜怎么制止？喂奶啊。那岂不是还是把我老婆吵起来了？你那么大声，早把我吵醒了。关门吱呀一声，我就醒了。刚当爸爸都这样，慢慢来，别急。我怎么连个孩子都不哄不好？换个尿布都半天弄不对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说什么傻话？你已经很棒了，半夜都不用我起来，自己就抱着孩子出来了。多练几次就好了，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当爸爸。真的？那我明天就去报育儿班，报最贵的那种，专业老师教的那种，肯定把儿子伺候明白，换尿布、拍嗝、做辅食我全学会，不让你累着。至于吗？慢慢学就好了，还专门报班。你公司那么忙，哪有时间？至于你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我必须把你们俩都照顾好。公司的事再忙，也没你们重要。我已经跟助理说了，以后每天下午早点下班，回家陪你们。好，我亲爱的陆总。陆总现在成超级奶爸了，跟以前高冷寡言的样子判若两人啊！以前开会连句话都不多说，现在张口闭口都是老婆怕孩子。孩子妈辛苦，我多做点应该的。她生孩子遭了大罪，我多分担点是应该的。等她身体良好，我带她和孩子去补蜜月，去马尔代夫。她以前提过一次，说想看海，欠她的婚礼，欠她的蜜月，一样一样，我都给她补上。好久没这么安静了，天天围着孩子转，都快忘了海边的风是什么味道了。以后每年都带你来，等孩子大点儿，我们带着他一起去更多地方。桑榆，你现在还能听见我的心声吗？很少了，案子结束之后就很少听见。你情绪平稳的时候，基本听不见。你哄宝宝急得满头汗的时候，隐约听见一句“千万别吵醒妈妈”，还挺清楚的。也好，以后不用靠读心了。怎么，怕我听见你心里的小九角啊？是不是藏了什么私房钱，或者偷盘了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以前我嘴笨，不会说好听的，心里想什么都不敢说。幸亏有心声让你知道我想什么，以后不用了，我亲口说给你听，不用你猜，不用你隔着心声琢磨我的心思。哦，那陆总打算说点什么给我听？我可等着了。桑榆，我爱你。从高二图书馆，你蹲下来帮我捡书那天起，就爱了，爱了12年，以后还要爱一辈子，爱到我们头发都白了，走不动路了，还爱。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打算憋在心里不说呢。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逼你说一句喜欢都难，脸能红半天。以前怕给不了你好日子，不敢说。那时候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我凭什么说爱你？凭什么让你跟着我吃苦？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房子、车子、安稳的日子，就想天天说给你听，说一辈子都不嫌多。那我可要听一辈子，哪天少说一句，我都不答应。好，一辈子都给你说。念念，你看，这里有铜制的小算盘、玉石印章、狼毫笔，还有舅舅特意带来的微拟机械键盘，爷爷放的银质长命锁，你看看你要哪一个啊？乖孙，快过来，看看喜欢哪个，拿哪个，咱们念念以后肯定有大出息。我看这小子以后肯定搞技术，跟他舅舅和他爸似的，天生吃这碗饭。你看他眼睛盯着键盘看呢。那可不一定，我儿子干什么都差不了，就算不学技术，跟他妈妈一样，干什么也肯定是顶尖的。以后是个学霸，跟爸爸妈妈一样厉害，将来考名牌大学做学问。不管以后做什么，开心健康就行。
不用他多有出息，不用他挣多少钱，平平安安长大就好。怎么突然这么感慨？抓周就是图个吉利，看你认真的。就是觉得咱们当年吃了那么多苦，不能让孩子再受一遍。我拼了命挣钱，就是想让你们娘俩无忧无虑的，不用为钱发愁，不用看别人脸色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工作室最近接了好几个大项目，都是知名企业的，我也能挣钱养你们。以后啊，说不定我挣的比你还多。知道你厉害，我老婆最能干了，工作室越做越大，业内名气都快赶上我公司了。那可不，以后说不定陆氏集团还要靠我工作室合作呢。到时候陆总可得给我个友情价。求之不得，陆氏永远是你最硬的靠山，随时恭候桑总合作。别说友情价，免费都行。终于熬出来了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妈妈，我不想去早托班，我想在家陪你。早托班里面没有妈妈，也没有爸爸。早托班有好多小朋友，还有滑滑梯和积木城堡，比家里好玩多了。老师还会教唱歌、画画，下午还有小点心吃。晚上妈妈第一个去接你，好不好？那妈妈要给我带草莓小蛋糕当奖励，要奶油最多的那种。好，答应你，放学就给你买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上学不许哭，不然小朋友该笑话你了，说你是离不开妈妈的小哭豹。我才不哭，我是男子汉，我还要保护妈妈呢。妈妈再见，记得想我哦。你这小子，桑桑才不会想你，他只会想我。两个幼稚鬼。这次跟国企的合作要是成了，工作室就能再上一个台阶。对方要做城市文化展厅，预算很足，就是要求高，好几公司在抢。我熬了2个通宵改方案，应该有戏。我就知道你行，你做的方案从来没输过。有需要帮忙的随时说，对方负责人我认识，需要牵线的话我打个招呼，别自己硬扛。不用，我想靠自己试试。要是靠你拿下的，多没意思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桑榆的工作室靠的是实力。好，我们桑总最厉害，但记住，搞不定了随时找我，我永远在。中午我过来陪你吃饭，别又忙不忘了吃午饭。胃药记得吃，放在你包里第2层了。下午别熬太晚，我接完念念就过来接你。知道啦，你路上小心，开车慢点。16年了，他还是这样，把所有温柔都藏在细节里。幸好当年没错过他，幸好这一路都是他。是不是爸爸做饭了？我闻到排骨味了。哟，陆总今天怎么亲自下厨了？公司不忙啊？我还以为要出去吃。再忙也得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忘了？哇，都是我爱吃的，糖醋排骨、牛腩。爸爸好厉害，比幼儿园的饭好吃100倍。念念今天跟小朋友玩了老鹰捉小鸡，老师还夸我画画好看呢。纪念日礼物？什么纪念日？我怎么不记得？生日不是刚过吗？12年前的今天，图书馆3楼，你帮我捡了一地的书，竟然是个细金项链，这还有个字母 Y， 你居然还记得？我都忘了这回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亏你记这么清楚。关于你的事，我一件都没忘。16年了，桑榆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，陪我吃苦，陪我创业，陪我走到今天。怎么现在越来会说情话了？以前嘴笨的跟什么似的，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以前不敢说，怕给不了你未来，怕说出来就是空口白话。现在我敢说了，因为你想要的，我都能给你。
这个 Y 是你名字的首字母，也是余生的余。桑榆，我的余生都是你。陆总好福气，陆太太不仅漂亮，能力还强，工作室做得风生水起，真是业界模范夫妻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她一直都很优秀，从小学习成绩就比我好，现在有此成就是她应得的。最后，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，我的妻子桑怡。10年前，我们在10平米的地下室创业，冬天没暖气，夏天没空调。他陪我吃泡面，熬通宵，改方案改到手指冻僵，跑客户跑到脚膜起泡，吃过所有的苦，走过所有的难，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陆氏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桑莹，谢谢你，这10年辛苦你了。陆总今天的致辞够煽情的，我都快哭了。底下那么多人看着，也不怕别人笑你儿女情长。都是真心话，10多年了，从一无所有到现在，最该感谢的就是你。别人怎么看不重要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辛苦，能跟你一起从10平米走到今天，能看着你实现梦想，我从来没后悔过。这条路能跟你一起走，我很开心。以后还会有更多个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都陪着你。下一个10年，我要让陆氏再上一层楼，也要带你走遍全世界，把以前没去过的地方、没看过的风景都补回来。慢点跑，别摔了，看着点脚下的石头，别往坡那边跑。爸爸快来追我呀，我们让风筝飞高高。累不累？要不要躺会儿？我带了靠枕和毯子，太阳晒着正舒服。别总坐着，腰该酸了。不累，看你们玩得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好久没这么出来放松了，天天待在工作室，都快忘了晒太阳是什么感觉了。以后周末都带你们出来玩，公司的事忙不完，但陪你们的时间不能少。钱是挣不完的，你们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现在倒是越来越顾家了，以前可是个工作狂，天天睡公司，喊你回家吃饭都难，说项目没做完不走。以前是没办法，要拼事业，要给你好日子，不拼命不行。现在日子好了，当然要多陪老婆孩子，总不能钱挣到了，人却疏远了，那才是得不偿失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爱人在身边，孩子在打闹，岁月静好的感觉。以前穷的时候，想都不敢想我们会有今天。那时候就想着能租个带阳台的房子就好了，哪敢想现在有车有房，还有这么可爱的念念。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等念念再大点儿，我们每年都去旅行，去看雪山，去看大海，去你以前想去的所有地方。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你看，这是你手写的第一份项目日程表，边角都磨白了，字还是跟以前一样好看。还有这个泡面碗，当年咱俩加班到凌晨，分吃一碗红烧牛肉面，你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面。你居然都留着，我都忘了这些东西了，还以为早就丢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居然一直收着。关于你的，关于我们的，我一件都舍不得丢，每一样都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证据。那时候苦是苦，可现在想起来全是甜的。这竟然是从高中的校服照到创业时的狼狈合影，再到婚礼、生子，一路的照片串联起来了，一晃眼都过去10几年的时光了。对的，你看墙的最上方还写着一行大字呢：12年暗恋，11年婚姻，从10平米到千万家，我的所有荣光与梦想都与你有关。你怎么总是搞这些，故意惹我哭是不是？一把年纪了，
还玩年轻人的浪漫。桑榆，11年婚姻快乐，以后还有很多个10年，很多个12年，我都陪你走，陪你到老，陪你看遍所有风景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看，叔叔给我的糖，甜的。爸爸妈妈不哭，念念给你们吃糖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会一直好好的。一直好好的。哦耶！我是人生赢家！哈哈哈。